大家好，我是议员。在上一个影片中，我们已经介绍了新的骑兵野战统帅，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新的骑兵集结统帅威廉·马歇尔。好吧，我知道你们看到威廉这个名字呢，又在想着说要叫他什么名字啊？因为骑兵已经出现过一个威廉了，然后现在又来到一个威廉马歇尔，然后在步兵那边呢又有一个威廉华莱士。你们脑袋中一定是浮现了这个画面，对不对 ？OK， 那么我们不要讲废话啦。这位统帅呢是英格兰铁臂，他是骑兵工程连击伤害统帅。同样的，这位统帅也是群体的统帅，怒气需求1000点，对圆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1次连击伤害，伤害系数1000。记得这里只有写1次而已，而不是2次，所以他这边的伤害就是1000而已。但是会使命中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行军速度降低25%，受到的治疗效果降低25%，在接下来2秒内每1秒再造成1次连击伤害，伤害系数分别为900和800。每增加1支敌方部队，每支敌方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15%。所以像之前我有做一些爆料的时候，有一些观众就跟我说，有很大可能是这3种伤害的总数加起来，而不是只有第一种伤害乘以2而已。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所以如果把这边3个伤害的系数加起来，总共就是2700，2700还算是 OK 啦，毕竟它有圆形 AOE 嘛。但是各位这边要注意，它这里是写900或者是800，也有可能是2个900或者是2个800。假设是2个900的情况下，就变成说它的伤害是有2800。如果是2个800的情况下，就变成说它的伤害就是2600，比较不太稳定啦。但是我算2700给他，而且它这个不是一定讲要机械的可以用啊，你野战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它在野战的时候就变成说你必须要连着打，你不能断开，因为你断开的话就变成说它的伤害只有1000而已。你必须持续打3秒的时间，如果你刚好在这3秒的期间里面，你打出了第一次的伤害1000之后，第2秒你的怒气就断掉了，就变成说你打出来的伤害其实很少而已。假设你们要确保这位统帅他是可以直接把这2700的伤害全部打出来的话，拿来做集结是最好的，因为你集结不可能会断开怒气嘛。不过我在想着说，如果拿来搭配上一个影片中我们所介绍的那个野战骑兵统帅的话，可能效果还不错，可以很快的叠乘上去。当然这个只是推测而已啦。第2个技能，骑兵单位攻击力提升35%，行军速度提升20%。发起集结进攻时，每次进行基础攻击或受到基础攻击时，获得10层不屈战役，最多拥有100层，每获得40层不屈战役，防御力提升20%。其实它这个蛮容易叠上去的，毕竟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算每一次，而不是每个回合。那假设说刚好你对面的敌人也是连击伤害统帅，做驻防的时候打你就很快可以叠上去了。假设说像是用大卫做驻防之类的，他打1次连击伤害，你就直接加了2层嘛，又包括基础攻击，又包括你自己打出去的基础攻击之类的。所以如果你刚好你的敌人是连击伤害统帅的话，基本上在一个回合就可以叠到40层了。好的情况下啦，但前提是你要被对方打到才可以啊。不过同时间也是可以往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啦，你受到基础攻击的时候，大概率就是你自己的队伍被围的情况下，防御力提升20%，这个也是合理的，就确保你的部队不会这么容易就融化掉嘛。但是比起防御力，其实如果针对围殴的情况下，提升反击伤害会更加好啦。不过当然也有好的情况啦，就比方说像你自己在打仗的时候，你肯定会打出连击伤害嘛，你的主将加上你的副将的普攻跟连击伤害加起来，其实都一定可以达到40层了。所以如果是在被敌方的普攻一直扫到的情况下呢，基本上你要叠到100层是很简单的事情啊。重点是它这边持续3秒，可是没有说冷却时间啊，所以基本上它在第2技能的时候就已经提升了攻击力跟防御力。
进攻城市或据点时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10%， 骑兵单位对工兵单位造成的伤害提升 25%， 每次基础攻击有 30% 的概率使目标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防御力降低 10%， 该效果可以叠加，上限为3成，且每次叠加刷新时间，也是一样触发的条件，但是它这边是有概率啦，基本上运气真的是很差的情况下，至少都会有一个 10% 的防御力降低，但是因为它是连击伤害统帅啊，自己的连击伤害再加上副将的连击伤害，又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额外连击伤害造成的话，其实也是很容易叠加上去的啦，并且它是集结统帅都是会持续的去打对方的驻防的，所以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有可能叠不上去的问题。至于针对工兵这一点呢，其实上面这里也是有写到，就是说到对方的受到治疗效果降低 25% 啊，像我们近期推出的新的驻防统帅哈亚姆呢，就是有一个治疗的效果，还有针对崔营这个有治疗效果的驻防统帅，就对这工兵来打就对了。第4技能，每累计进行8次基础攻击或者是反击后，拥有不少于80成不屈战役，则立即消耗80成不屈战役，对自身周围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1次连击伤害，伤害系数400，每增加一支敌方部队就会递减 15%， 冷却时间5秒。基本上这边又算是一个循环了，这里打出了这个连击伤害之后，又把这个连击伤害打出去的效果又加在这边上面里面去但是就变成说间接性这个技能就会影响到他的第2技能，因为他的第2技能就是要求要有40成了之后才会有防御力提升的部分嘛，然后他被消耗之后又要重新叠过，而且我在前面就有讲过啊，他在一个回合里面如果要叠得快的话其实也是 OK 的，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加上他这边有一个冷却时间5秒嘛，所以并不是说每个回合都会把他40成那个部分给消耗光，还是有给你一点点时间去触发第2技能，可以让你的防御力提升的。假设说你在集结的时候，你的集结附近呢并没有其他的部队，就变成说它这个400就会直接打在你的目标上面，就变成你打出去的伤害总数加起来，加上它的主动技能，总共就会有3100的伤害。其实这个伤害还是很可观的，当然这个是属于后话啦，毕竟它也是需要有一些触发条件的嘛，没有像第1技能这么简单。最后觉醒技能不屈战役到达上限时，立刻获得30怒气，并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造成的连击伤害提升 15%， 造成的反击伤害提升 10%， 又有一个 10% 的反击伤害。 OK，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理解不屈战役是怎么来的。不屈战役就是通过你的连击或者是对方的普攻或者是自己造成的普攻获得才叠乘上去的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对方他拿部队去围殴你这个集结，你的叠乘速度就会更快，叠乘速度越快就是越容易满起来，越容易满起来就会变成说你的怒气恢复的更快，然后又有提升连击伤害，你打出去的主动技能也会比较痛，你的反伤也会比较高啊，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基本上这个统帅可以说是有扛维的，所以哔哩吧啦讲了这么多，就是他整个技能都是循环使用就对了。OK， 那么看到这里，我相信会有玩家问，这位统帅能不能够野战使用？如果你想要没有命的话，你可以拿来野战使用。不过你如果要拿来野战使用的话，那个成本是真的非常低啦。首先，它的主动技能是肯定可以野战使用的，就包括它这边的伤害总数2700，但问题是你在它打出这3秒之内呢，不要去拉你的部队啦，你的怒气一断掉的话，可能你后面那伤害就打不出，你运气差的情况下，可能你就只是打出前面的1000伤害而已。那受到的治疗效果降低，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因为在野战的统帅呢，没有多少位统帅是有治疗效果的。还有第2技能这里呢，就提升它的攻击力 35%， 行军速度提升 20% 之外，没有其他的技能是可以野战使用了。听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疯了，因为它第2技能下半部呢就是要集结才可以使用的，然后它的第3技能呢又必须要在打城市或者是据点的时候才可以用，它的第4技能呢又绑定它的第2技能，它的觉醒技能也是绑定它第2技能集结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呢就只有2个可以用。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去用这位
统帅的话，其实5511就可以用了，但是我不建议啊。我认为说是策划他们特意把这个统帅设计成这样子，不让我们拿出去野战用的，就连你要拿来围棋子都有一点难度，因为我刚刚有讲到了嘛，它的第4技能跟觉醒技能是绑定第2技能要发起集结的时候才可以用，就变成说如果你围棋子的话，它第2技能下半部跟第4还有觉醒技能也是围棋没有用的，但是你第3技能如果围棋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用处啦。接下来看他的技能特效，你们可以看到在他发起自己的主动技能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圆圈，因为它是圆形 AOE 嘛。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到，他在用他6个长矛刺向敌人的时候，他是刺了3次的，因为他的技能是分段式的嘛。第一次是1000，第2次是800跟900的伤害系数，所以就会看到说他这边的伤害是分成3段了。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位集结统帅的介绍啊。至于搭配方面，其实没有其他的选择，你要么就选择速不台，不然就是阿提拉而已。那如果你真的是完全要拿来康威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阿提拉跟这位统帅搭配在一起。当然我相信拿速不台搭配这位统帅的话，他的那个伤害数值应该会很高，可能可以打爆驻防也说不定。那不确定打步兵驻防会怎样，但是工兵驻防肯定是顶不住了的。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这个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啦，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